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一个很多大家感兴趣的，但又很困惑的话题，就是无麸质的饮食啊，它是不是能够真的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不管你有没有过脑雾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你对肠道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呢感到好奇，那么这个视频呢，都会帮助你了解无麸质的饮食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和它的科学原理。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分享一些非常实际操作的窍门，帮助你判断麸质呢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了你的大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麸质啊。麸质呢，它是一种存在在小麦、大麦和黑麦中的一个蛋白质啊，它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成分啊，像是面包啊、意大利面啊、饼干啊这些里面，对大多数人来讲呢，吃点麸质呢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有一些人啊，特别是患有乳糜泻啊，或者说有非乳糜泻麸质敏感的人来讲呢，麸质就可能带来很多的麻烦啊，甚至呢影响到我们的大脑。那么怎么判断你有没有乳糜泻啊，或者你有没有麸质敏感呢？我们在后面跟大家继续介绍。现在我们来讲个概念，就是脑肠轴的概念。换句话说，肠道和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是一个双向沟通的系统。当麸质引发肠道的炎症的时候它会向大脑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大脑产生一系列的反应，造成所谓的脑雾。那么当麸质影响到你的大脑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因为吃了大餐以后感觉肚子胀问题呢要复杂很多而且从科学上来看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于患有乳糜泻的人来讲呢，麸质呢它会触发一种自身免疫性反应，也就是说免疫系统不仅攻击麸质，还会引起呢全身性的炎症包括大脑，这就会导致呢记忆力差、注意力不集中还有所谓的脑雾，感觉就是大脑被一层浓雾笼罩。即使你没有乳糜泻，也就是说严重的过敏反应，非乳糜泻的麸质过敏呢，也会引发同样的肠道的炎症，进一步影响到大脑。所以肠道出现炎症就出现所谓的肠漏的现象，就让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蛋白质和毒素呢进到血液，最后进到大脑，造成脑部的炎症和认知障碍其实呢原理呢要比这还要复杂，因为有一种麸质会产生一种麸啡肽它会占领大脑的吗啡类的这个受体对大脑造成更多的影响。这个事情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这些年来我遇到很多病人他们总是感觉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感觉到思维比较迟钝，但也没有明显的消化的问题感到很困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个35岁的女性患者，她经常忘记事情，甚至走进房间以后她都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她在日常饮食当中就有很多的麸质像面包意大利面几乎每餐呢都离不开含有麸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决定让她尝试一下没有麸质的饮食会怎么样为期12周。结果呢却是非常的惊人，她不仅脑雾消失了，她的注意力记忆力都有所提高，特别是思维变得更加清晰这只是我见过的众多的案例之一了。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呢都不太一样，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那么尝试一下无麸质的饮食持续12周是值得一试的。那么在科学上到底有没有证据呢？很多研究表明乳糜泻患者在采取无麸质的饮食之后呢，像记忆力、注意力、学习能力呢都有很多的改善。美国胃肠病学杂志有个研究发现呢，乳糜泻患者在无麸质饮食1年后，认知功能呢会有明显的进步。对于那些没有乳糜泻但患有非乳糜泻麸质敏感的人来讲研究也发现无麸质的饮食可以减少脑雾，提升了认知的表现。这不仅仅是个心理作用了，而是实际的生理变化。
那么究竟谁应该考虑无麸质的饮食来改善自己的认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如果你有乳糜泻无麸质饮食呢当然是必须的这不仅可以解决肠道的问题，还能减轻呢像脑雾还记忆力低下这样的认知障碍，更重要的是减少你全身的炎症反应。那么如果你有非乳糜泻的麸质敏感每次吃麸质之后感到腹胀、疲倦或者思维迟钝，那么呢无麸质的饮食也是值得一试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可能不会把无麸质和你的大脑问题联系起来。现在你知道了，你就会做这种联系，你观察一下，也许呢吃无麸质的饮食你的思维会更清楚。另外就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慢性炎症的人像桥本氏甲状腺病你发现呢去麸质可能会减少炎症，改善认知功能。其实所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都是因为肠道的问题造成的。还有就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或者注意力缺乏的多动症的孩子，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去尝试无麸质的饮食。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在留言区给我留言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讲一讲无麸质的饮食和我们自闭症的关系。我们应该尝试无麸质的饮食吗？这其实呢取决于你自己的情况下面呢是我给你们建议的一个简单的步骤怎么样开始。首先呢就试试排除饮食法就把麸质呢从你的饮食当中先去除4到6周我更倾向于12周，给它足够的时间让身体恢复。专注于天然的营养丰富的无麸质的食物像水果、蔬菜、瘦肉、藜麦、糙米这样的无麸质的谷物。在这段时间里呢，仔细观察你的大脑的感觉如何是否思维变得更加清晰，注意力更加集中记忆力有所改善。6到12周以后呢，再重新加入麸质观察你身体的反应和大脑的反应。其实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你的身体会对麸质更加的敏感，你就会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如果脑雾和记忆力问题再次出现的话，那你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麸质呢可能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源。总而言之无麸质的饮食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需要，但是对某些人来讲特别是认知功能受到影响的，就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如果呢你正在经历脑雾、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下降的话，那你不妨尝试一下无麸质的饮食，因为呢它很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个视频给您带来帮助的话，也请不要忘记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为我们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另外呢，在评论区呢也分享你的体验，你到底尝试过无麸质的饮食没有尝试的效果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得到了什么样的益处请大家呢跟我们分享。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照顾好自己的大脑。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